遠在西半球的戰事也能讓中國武器背鍋，真是讓人沒想到。這幾天有很多言論指向了委內瑞拉購買的中國 JY-27預警雷達，暗戳戳的嘲諷雷達性能不行，沒有發現入侵的美軍飛機。其他先不提，大家看一下這張圖，仗打成這個樣子，把鍋甩給那3部中國造的雷達，這是瘋了嗎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2026年1月3日凌晨，加拉加斯的夜空被突如其來的爆炸聲撕碎。美軍特種部隊發起代號“絕對決心”的斬首行動，如入無人之境般突破蒂烏納堡的層層防線，成功抓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。整場行動中參與的200名美國官兵宣稱零傷亡，這一結果讓美國上下陷入狂熱。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在1月5日的記者會上更是囂張到了極點，公然將矛頭指向中俄。委內瑞拉裝備的中國雷達徹底瞎了，俄羅斯導彈也成了啞彈。我們的軍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作戰力量。這番狂妄言論瞬間點燃西方輿論場。美聯社、路透社等主流媒體緊隨其後瘋狂炒作，將美軍的勝利完全歸功於中俄裝備不行。報道中還繪聲繪色地描述，美軍 EA-18G 電子戰機和支奴干直升機全程在委內瑞拉領空暢行無阻，中國 JY-27遠程警戒雷達毫無反應，俄羅斯 S-300VM 防空導彈和鎧甲 S-1系統幾乎全程癱瘓，僅有2套 S-300VM 出現間歇性運轉，根本無法形成有效防禦。一時間，中國雷達是擺設，俄制武器是燒火棍的論調在國際輿論中刷屏。不明真相的網友被帶偏節奏，仿佛這場軍事行動的勝負關鍵真的取決於中俄裝備的性能差距。但只要稍微梳理事實脈絡，就能發現這些論調全是偷換概念的惡意抹黑。首先要明確的核心事實是 JY-27雷達從未宣傳過能探測所有隱身目標。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宣傳手冊， JY-27的設計定位是發現準隱身目標，這裡的準隱身目標特指蘇57塗抹隱身塗料的 F-16V 這類機型，它們要麼隱身設計不夠徹底，要麼只是常規戰機的隱身改良版。而美軍此次出動的 F-22、F-35、RQ-107屬於標準的第5代隱身機，哪怕 F-35的隱身性能略遜於 F-22和殲20，也絕非準隱身範疇所能涵蓋。用專門針對準隱身目標的雷達，卻要求它精準捕捉頂級隱身機，這本身就是強人所難。就像讓短跑運動員去參加馬拉松，輸了反而怪運動員能力不行，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。更重要的是 JY-27雷達在過往實戰中早已用戰績證明了自己的實力。2017年敘利亞戰場，它成功鎖定過以色列的 F-35，讓這款號稱不可探測的隱身戰機無所遁形。2020年委內瑞拉也曾用該型雷達精準捕捉到美軍 F-22戰機的飛行軌跡，其最大500公里的探測距離絕非宣傳噱頭。此次行動中，委內瑞拉防空部隊技術官也明確證實 JY-27雷達其實第一時間就發現了美軍機群。作為米波雷達的代表性裝備，克制隱身目標和低空突防目標本就是它的看家本領。美軍戰機的飛行軌跡早就在雷達屏幕上無所遁形。既然雷達發現了目標，為什麼導彈沒能形成有效反擊？這才是問題的核心。委內瑞拉的防空體系堪稱萬國牌拼湊體，是典型的東拼西湊產物。3部中國 JY-27雷達，10部美制 AN/TPS-70雷達，俄羅斯的 S-300VM 遠程防空導彈和鎧甲 S-1近程防空系統，再加上早年遺留的西方裝備，來自不同國家的武器被硬生生湊在一起，卻沒有統一的自動化指揮系統。這就像把不同國家的士兵召集到一起，各說各的語言，各守各的戰術規範，實戰中根本無法形成協同作戰能力。當 JY-27雷達捕捉到美軍機群的軌跡後，操作員只能通過電話口頭向導彈發射營匯報坐標。這種原始的信息傳遞方式不僅效率低下，還容易出現誤差。等坐標傳到導彈部隊時，美軍戰機早已突破防線。更致命
的是美軍的電子戰壓制。此次行動中出動的 EA-18G 咆哮者電子戰機開啟了覆蓋範圍達160公里的全域電磁干擾。這種電子戰利器的威力有多恐怖？它的上一代機型 EA-6B 曾在90年代單機戲耍過中國華東地區的防空網，而同代的中國殲 16D 電子戰飛機在演習中甚至能帶着非隱身機幹掉殲20，靠的就是強大的電磁壓制，讓對方雷達失明。當下全球能真正扛住這種級別的電子干擾的國家屈指可數，更別說委內瑞拉這樣的中等國家。比裝備不兼容更致命的是，委內瑞拉軍隊早已被美軍滲透成了篩子。根據事後披露的信息，委內瑞拉裝備的10套 S-300VM 防空導彈中，僅有2套成功啟動，且啟動不到2分鐘就被強制終止作戰指令。俄羅斯援助的鎧甲 S-1近程防空系統全程沒有開機啟動，完全成了擺設。更讓人費解的是，馬杜羅政府此前曾高調宣布，在全國關鍵地點部署了5000枚真 S 便攜式防空導彈，專門應對美軍可能的空中突襲。可美軍直升機懸停在總統官邸上空抓人時，卻連一發導彈都沒遭遇。要知道，當年索馬里民兵僅憑 RPG 火箭筒都能幹掉美軍的黑鷹直升機，委內瑞拉擁有如此多的便攜式防空武器，卻全程零發射，其中的蹊蹺不言而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連美國戰區網的主編都看不下去這種甩鍋行為，站出來說句公道話。委內瑞拉6年前從中國購買的 JY-27雷達，如今被當成這場行動的背鍋俠，實在太不公平。明眼人都清楚，委內瑞拉的失敗是體系性的全面潰敗，既沒有統一兼容的國防體系，又沒有忠誠可靠的作戰力量，更沒有應對電子戰的反制能力。美軍打的根本不是裝備戰，而是一場體系降維打擊加內部滲透的組合拳，把鍋甩給中俄裝備，不過是為了掩蓋其霸權行徑的卑劣手段。美軍剛用武力抓走馬杜羅，特朗普政府就迫不及待地露出了獠牙。比起嘴上羞辱中俄，搶奪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才是真正目的。1月6日，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高調宣布，委內瑞拉臨時權力機構將向美國移交3000萬至5000萬桶受制裁的高品質原油，這批原油將按市場價出售，所得款項由我作為美國總統直接管控，確保資金用於造福委內瑞拉與美國兩國人民。這番冠冕堂皇的表達，實則藏着赤裸裸的強盜邏輯。要知道，委內瑞拉是全球以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，儲量高達3000億桶，約占全球總量的17%，曾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的創始成員國，其生產的重質原油恰好是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煉油廠的剛需。在美方首次對委實施能源制裁前，這些煉油廠每天要從委內瑞拉進口約50萬桶原油，用於生產汽油、柴油等產品。特朗普這波操作說白了就是先靠武力奪權，再靠霸權搶資源，把委內瑞拉的戰略資源當成了自己的戰利品。面對美國的無理操作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月7日強勢回應，委內瑞拉是主權國家，對本國的自然資源和一切經濟活動擁有充分的永久主權。美國悍然對委內瑞拉動武，並要求委內瑞拉處置自身石油資源時美國優先，是典型的霸凌行徑，嚴重違反國際法，嚴重侵犯委內瑞拉主權，嚴重損害委內瑞拉人民的權利。中方對此強烈譴責。早前發言人林健也明確表示，中委合作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正常合作，受到國際法和两國法律的保護。無論委內瑞拉政局如何變化，中方深化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的意願不會改變。中國的堅定發聲不僅維護了自身的合法權益，也給陷入困境的委內瑞拉帶來了難得的正義支持。委內瑞拉國防部長隨後公開表示，感謝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為委內瑞拉主權發聲，中方的立场彰顯了國際法精神，是對霸權主義的有力抵制。從軍事突襲到石油掠奪，美國這波操作把霸權邏輯演繹得淋漓盡致，只要是我看上的資源，就可以用武力搶奪。
只要是不順從我的國家，就可以用制裁和威脅逼迫就範。但歷史早已證明，霸權主義終究是行不通的。伊拉克、利比亞的教訓還在眼前，美國強行介入他國內政，只會埋下更多動盪的種子。委內瑞拉97%的民眾明確拒絕美國接管本國石油資源，這種強烈的民族共識絕不會因為短期的政權更迭就消失。中國的堅定立場不僅是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，更是在捍衛國際公平正義。在這個越來越多國家追求獨立自主的時代，美國想靠武力和霸權隨意踐踏他國主權，掠奪他國資源，注定會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和抵制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